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惨遭孤立赵丽颖，出道拍亲密戏被杨颖打脸，情断冯绍峰成大遗憾。难道赵丽颖真是得罪某位大佬，才会导致出席各种晚会无人敢上前搭话吗？某年微博之夜，只见杨幂、杨颖、倪妮都在亲密合照，邓超与他们更是相谈甚欢，只有赵丽颖孤零零待在台下无人问津，顶流身份竟遭漠视，直接被网友送上称号赵氏孤儿。而她不受待见早已是娱乐圈公开的潜规则。2020年的星光大赏上，赵丽颖主动与杨幂打招呼，却惨遭无视。而后一同上台领奖时，杨幂跟迪丽热巴相互搀扶，这一对比就显得赵丽颖有些孤单。之后，主办方要拍张大合照，而热巴硬生生被挤到 C 位，好在她及时察觉，将位置留给杨幂。这时人们就注意到，杨幂跟赵丽颖两人对视的眼神充满杀气，或许同为85小花资源，撞荡势必水火不容。而这一幕幕似乎在昭示着，赵丽颖只要出席晚会就会被孤立，而她籍籍无名的那段时光更是惨不忍睹。彼时还未大火的她参加跑男，竟因一场游戏险些丢掉性命。谁料这只旱鸭子转头就被推去水边，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并不会水，还是半推半就被逼进了水池。谁料下水不久后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落水的赵丽颖拼命挣扎，大声呼救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8000万杨颖身上。就连最近的郑恺也对赵丽颖的遭遇视若无睹，若不是工作人员及时发现，很难想象赵丽颖会否因此葬送星途。然而娱乐圈就是如此现实，恐怕赵丽颖早就对此习以为常。出道早期她只能跑龙套，甚至扮丑演过杀马特，依旧逃不了导演一句“你那个嘴为什么要撅呢？像猪嘴一样”。2012年，她跑到宫锁沉香剧组给周冬雨作配，谁料进组第一天就被安排跟初次见面的朱子骁拍摄大尺度戏，而导演故意不清场，任由剧组人员围观赵丽颖脱衣露肉，还让男摄影师上下其手指导她亲密动作。事后记者问及导演此事，他也只是用一句忘了草草了事，甚至还有导演放话圆脸根本没法演女主。于是不服输的赵丽颖迫切想要证明自己，拍摄宫锁沉香骑马戏时拒绝替身，结果掉下马摔得不能动弹，腰椎受到严重损伤，以至于参加活动穿露背装背部都有明显凸起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6岁时，赵丽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敲门砖，《陆贞传奇》仿佛为她量身定做。一经播出收视率就占据各大卫视榜首，花千骨更是成为内地首部突破200亿播放量的电视剧。赵丽颖一夜爆红，成为新晋流量小花，打破娱乐圈圆脸不能做女主的说法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赵丽颖背后的男人黄斌。黄斌是同杨天真齐名的内娱知名经纪人，先后带过刘亦菲、黄晓明等一线明星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赵丽颖不仅成为一线小花，不仅如此，黄斌还给赵丽颖争取到18个代言，以5.8亿收入将她送上富豪榜。尽管已经跻身顶流的赵丽颖仍需承受来自娱乐圈的各种恶意彼时，她与郑恺共同接受采访时曾谈到，内娱综艺都有剧本，此话一出，作为跑男常驻嘉宾的郑恺脸都气绿了。于是他怀恨在心，一直找机会报仇。2020年某颁奖典礼上当众质问，刚刚生产完的赵丽颖是拍戏辛苦还是在家带孩子辛苦？莫名被 Q 的赵丽颖在台下尴尬不已，但郑恺并不打算放过她，随后自问自答，说完还要求台下明星和观众一起给在家带娃的冯绍峰鼓个掌。可生孩子的是他，出门赚钱的也是他，郑恺却当众给赵丽颖扣上逃避责任的帽子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同为女性的谢依霖为炒作话题对赵丽颖也是满满恶意。赵小姐，现场放眼望去，很多男生都被你吻过，你觉得哪个吻起来最有 feel？ 此话一出，后座的吴奇隆都尴尬得捂脸。可谢依霖丝毫没有要放过赵丽颖，
听说你和陈伟霆拍戏的时候狂吻3小时是有故意 NG 吗？无奈的赵丽颖只能微笑面对，而她就连上综艺用嘴唇全包住喝一口水，都会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。这是赵丽颖最尴尬的一次颁奖礼，这也是她出道10年获得的第1项分量大奖。只是奖项带给她荣耀的同时，铺天盖地的争议也随之而来。由于金鹰奖奖项特殊，自1999年以来，摒弃最佳男配女配，改名换姓成最受观众喜爱男女演员。而彼时这届颁奖礼并非赵丽颖一家独大，与她同时荣获殊荣的还有佟丽娅，而双黄蛋已经是各类水奖玩腻的操作。正常来说，获得最具人气女演员的刘涛是当晚毋庸置疑的事后，然而网络上铺天盖地恭贺赵丽颖荣获事后的通稿，令她披上虚荣心机的标签。当然，粉丝行为不应该由正主买单。但令赵丽颖更尴尬的失败婚姻，也在2年后悄然而至。彼时已经30岁的她遇到真命天子冯绍峰，2016年2人因女儿国结缘，而一步之否让感情迅速升温。不仅被狗子拍到2人下榻同一家酒店，赵丽颖还多次夜宿冯绍峰家中，直到2018年10月18日2人官宣结婚，一切都是那么匆忙。而外界传言奉子成婚，如此看来也并非空穴来风。婚后，赵丽颖生下一个大胖小子，取名想想。谁曾想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仅持续3年，就以双方悬殊巨大的家境招致不得善终。冯绍峰父亲是纺织业巨头，家族企业遍布全国，母亲更是坐拥100亿身价。冯绍峰作为家中独子，自然是唯一继承人。反观草根出身的赵丽颖，自然无法与之抗衡，甚至离婚后连孩子的抚养权都拱手相让。谈及原因，只说冯绍峰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。然而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赵丽颖，早就积累了几十亿身家。赵丽颖的豪宅位于亚洲10大豪宅之一的太和北京院子，总面积500平，价值超8000万。在外拍戏的保姆车也是价值100万的丰田阿尔法。而赵丽颖对父母花钱更是毫不手软，豪掷500多万为其父私人定制劳斯莱斯古斯特。此外，近几年她的私服也越来越好看，随便一个包包就是 Celine， 售价高达27000。而她花钱能如此大手大脚，除了几部爆款佳作帮她累积下上亿资本外，还要归功于赵丽颖锐利的商业眼光。彼时她以10万元的超低价买下吴奇隆稻草熊影业1%股份，谁料想该影业上市后市值超77亿，赵丽颖一夜暴赚6000万，从此搭上资本快车，6年不到回收整整400倍收益。加之影视工作室和10家控股公司，可谓享尽资本红利。希望以后赵丽颖发展越来越好，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。